我是大人嫂。我们现在人在杉林溪大饭店，哇，睽违3年，我们又回到了杉林溪。那这次我们安排了杉林溪跟溪头3天2日游。那这里的温度啊，真的非常的舒服哦。那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因为人真的超多的，已经先 check in 了。那我们这一次住的是它的木屋，小木屋。好，杉林溪的小木屋，我们在3年前的时候是住的，他们是主题会馆。那这一次住小木屋，那 check in 要先来这个杉林溪大饭店 check in。好，刚刚已经 check in 好了，拿到钥匙了。那我们就带大家去开箱杉林溪的小木屋。好，走，跟着我们一起走。好，我们的小木屋到了。那在小木屋的前面啊，都有这个停车格可以停车。然后我们的前面呢，哇，是面对这个美丽的湖畔、水岸边，啊，超棒的！来，走，我们去开箱。第一次来住杉林溪的小木屋，上去看一下。第8栋、第6栋、第7栋、第8栋。到了，这就是我们住的小木屋。那它这个都是1、2楼，好，一栋一栋的小木屋。那一栋里面有4间，下面2间，上面2间。好，我们是下面这一间185。好，看到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哇，我们的小木屋好像是大木屋哦，超大的哎。它这个再加2个床都没问题耶。哇！这个是杉林溪它的小木屋的房型，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是标准的双人房，好，就是1大床这样子哈。然后它的价钱呢是5080，好，然后一博20，有早餐跟晚餐，还有含停车，还有含门票进来的入场券。那因为其实现在是旺季，因为现在是11月底了，哦，然后现在有那个枫叶啊，还有很多的那个。这个它都有写说哪个有银杏，好，还有赏枫，还有水山，好，那个每个季节不同的这个风景可以欣赏，来杉林溪，好就对了，好，然后这真的超大的，有够大的，我看一下厕所，厕所也很大比我们上次我们3年前住那个主题会馆，我记得才2000多块，2800左右吧，可能没那么大，差不多一半而已。这里真的比较赞，对，你看厕所、浴室也超大，就是大，可是晚上听说会很冷，8度。可是它还蛮贴心，它都有这个，好，它有说他们这边都没有冷气，没有附冷气，但是有这个。电暖扇，它已经开好了，它先开了，好，所以其实应该也还好啦，就在室内就还好。哇，超棒超棒！那待会好，它的餐它有附这个晚餐券，5点到7点半都可以享用晚餐，好像是自助式的。然后早餐也是有附早餐，早餐7点到9点半。好，待会去吃晚餐，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要来吃晚餐了。那我们在杉林溪大饭店的吉祥厅吃晚餐。那这晚餐是属于自助式的，台式自助式，还蛮多的嘞。好，然后外面现在好冷哦，现在才晚上6点了，现在已经8度了。我们刚刚看一下，台北市现在16度，所以这里夏天来真的避暑好地方。好，那现在是冬天，会很冷。好，谢谢2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餐，我觉得真心推荐6点以后再来，因为5点是第1轮，好多人哦。然后我们是6点10分来的。好，看一下这里是柠檬鸡翅，你看还有茶虾，还有这个树脂鲜鱼，这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我要多吃几条这个鱼。然后还有饭，烤饭哦，它有烤饭，好，蟹肉棒。还有海蜇皮，贡菜海蜇皮，凉拌木瓜丝，地瓜，太好了，我要吃地瓜。
然后青菜很多啦，听说这边的这个高山高丽菜非常多，看一下高山高丽菜，还有菇类什锦菇、关东煮，都有花枝丸。其实是台式的什么，其实这边都有。然后这边是素食区，很多都是青菜。然后还有蛋仔面，可以自己 DIY 蛋仔面，冷的可以来吃一下蛋仔面。好，开始来吃了，看他吃什么。好，要来吃晚餐了。然后我觉得他们三林溪大饭店的晚餐，其实蛮丰富的嘞，超澎湃的。我觉得他们菜色老人家会喜欢。这边放眼望去，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居多。好，那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台式的，所以有青菜啊，有鱼啊，有肉啊，还有有一区是素食区，所以如果吃素的人也都可以满足。然后连汤啊都很贴心，有2锅的汤。这个是排骨，那个它好像是那个红枣排骨汤，那1锅是素食的汤，然后还有水果啊，还有咖啡啊、茶饮料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所以其实住这边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吃啊，不然这里方圆500里没得吃。好，太棒了！你看我鱼就拿了2条鱼，清蒸的。好，要来开吃了，开吃了。主食是地瓜。嗨，早安！我们在杉林溪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办理好退房了。好，那把车子停在这个杉林溪大饭店这边哦。那准备来逛逛杉林溪了。那首先在这个大饭店的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樱花林，虽然现在还没有樱花季，但是现在好多人在那边哦。那我们去看一下樱花林，这樱花季的时候会非常美、非常漂亮哦，就在这个大饭店的正门口前面而已。走。好，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樱花林。走在杉林溪这边啊，这空气超好的。想到3年前我们来的时候，刚好是疫情期间，那时候一直戴着口罩。那现在不用戴口罩了，这里满满的这个负离子，有够舒服的。然后现在它上面显示是8度啦，可是我看 Google 它说10度，其实还蛮舒服的，又有阳光。你看，樱花林进来了。这个如果3月的时候来啊，这满满都是樱花差不多2、3月的时候，就是樱花盛开。哇，好，在樱花林旁边有一条这小小的这个小石子步道哇，这里你看有够舒服，有够美。然后啊，还有这个嘞，这个很新都有桌椅可以在这边休息。可以在这边喝咖啡、看樱花樱花季的时候，然后再走走步道看看花。好，我们在杉林溪大饭店的旁边啊，就是从樱花林那边顺着走过来啊，有一个很新的点哦，就是这个幸福鸟居。好，幸福鸟居可以在这边拍照哦。然后它这边呢有一条牵手小路，我们刚看了它的路径啊，它从这边幸福鸟居进来之后，沿着走，就可以走到外面，它有一个月老亭。好，在那个入口进来之后，反正就是会经过一个月老亭。我们刚那个亭。我们那个停车的那边小木屋停车的停车场旁边这边有一个月老亭，入口这边它就这样绕一圈可以月老亭。它中间这很特别的，还有快取快嫁，
所以好像就是未婚男女都可以来走这一条，就可以快娶快嫁，牵手小路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走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啊，这条是杉林溪桥，好酷哦！啊，这个景有够美的，它这个杉林溪的溪水都是绿色的，深绿色啊，看起来有够棒。好，那旁边啊，它就有一个穿林栈道，都是人行步道，好，可以一直走到这个花卉中心。好，我们要去看非常美的水杉林。好，走，从这边。穿林栈道，黄金水杉林在旁边，花卉中心。哎呦，你看，很轻松的栈道，人行道。穿林栈道。都是平的石子路然后两旁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，还有花树，它还有都有介绍你看旁边也可以看到樱花林啊，虽然现在没有樱花。走，红桧木，红桧，哇，这是银杏吗？金黄色的，银杏银杏，你看银杏林，好漂亮哦，金黄色的银杏林。好，我们在穿林栈道的这个阶梯的部分，它阶梯也蛮好走的，就有木栈道，然后这里看下去，哇，这个溪水好清澈哦。哇，好舒服哦！所以这里夏天来也不会热，对。然后这季节来其实也刚刚好。你看，走，继续走，走在森林里。我发觉到这一棵树好厉害哦！你看它的根。在这边呢，它这样斜着这样长，好有韧性哦，好坚强的一棵树，哇，超强，生命力超强。走在这个步道其实真的很舒服，被山林包围住。继续走，前面有一个好可爱的桥。它这个步道啊，虽然弯来弯去啊。可是其实真的都很好走，都很舒服。你看，又过了一个迷你小桥，忘机这座小桥。哇，民国97年5月开工了，忘机桥。这个穿林栈道上上下下，不过现在这里有这个，你看还有凉亭，还有椅子可以休息区了。我们去休息一下。在森林里面休息，吃东西野餐。还不错，走这步道真的又有运动到，又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好，来这里喝个水，休息一下。刚看到有一些人在这边吃东西，野餐，哇，大自然的餐桌最棒了。嗨，我在这里，好舒服哦。这条穿林栈道啊，刚看它那个指标有写，总共1.8公里，走1.8公里就到了花卉中心，所以其实慢慢走。然后休息一下，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算是非常简单的轻松路线，又可以看到这个旁边
非常美的森林，还有可以满满的这个芬多精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，前往花卉中心。我觉得这个穿林栈道蛮赞的嘞，然后它沿路有非常多不同的景，前半段是穿越很多的树林，好过来，然后这里呢，你看转个弯景又不一样了，都很多溪水石头，潺潺的溪水，你看可以看到这边，你还一直听到那个流水声。很舒服，继续走。好，看到虹桥就到了，花卉中心。这座桥是98虹桥，距离现在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，98年建的。过了虹桥就抵达我们要来的花卉中心了。好，进来花卉中心了，满满的花。那这里有2大亮点，这次一定要来看了，就是枫红，枫叶变红了，然后还有黄金水杉林都在这边。好，好，我们在花卉中心的餐厅旁边，这里又有一个设置一个打卡墙，就是拍照区了。你看 ，I love you， 这个叫森林溪幸福森林，所以我们也要来这边拍个照，打个卡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花卉中心旁边，就是大家来杉林溪必拍的点，就是这里风车，杉林溪风车。那它这边满满的一排啊，它这边种植了非常多这个我们平常在那个沙拉坝上面看到的青菜，真的好新鲜的菜。好，这个叶牡丹，然后这个叫绿叶橄榄，这看起来都好像假的，可是它都是真的菜。这边满满的超多的都是你看全部都是菜，花菜，哇，赶快走一下，你看全部好漂亮，然后长得好漂亮，好，逛一下花卉中心。这边还有风车哦，你看。还有这个花卉中心的地标，同心、爱心，2个爱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先去看枫红，它有这个赏枫的地方，枫红、枫叶，好像剩下一些，红色的枫叶。走过这个隧道，花卉中心的隧道，去找一下枫红。赏枫红的地方到了啊！你看现在是11月底耶，所以其实枫树非常红哎，哇，都变红了，只是很多都掉下来了，上面都掉了，哇，还是有看到满满的枫红，
好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，这里有满满的青菜园，然后这里很贴心哦，还有放这个拍照区，后背景就是风车，307风车，所以我们来拍一张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这里是307非常重要的点哦，就是黄金水杉林，那它是在花卉中心旁边而已。然后现在11月正是丢席，就是正是这个季节，水杉林的季节。你看，黄澄澄的水杉林，整片杉树叶子都变黄。哇，这片超美的，简直在这边可以拍这个浪漫的偶像剧。嗨，我们搭这个他们的接驳巴士上来松龙部落。那我觉得这个园区的接驳巴士其实真的很方便哦。那它今年开始都免费，好，我们3年前来的时候还要收费，然后现在是免费。那刚刚在花卉中心那边，好，那就从那边搭上来，2分钟、2、3分钟就到了，很近，一站。好，它差不多15到20分钟一班啦。好，那我们就上来这里松龙部落，上次有上来过，想说，这个点其实很漂亮，可以再来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去走一下。我们现在在松龙部落，那等要去看这个松龙瀑布。好，那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在的地方，现在杉林溪这边。湿度90%，负离子92412的负离子，满满的负离子，所以这边空气超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去走，松龙部落，这里是最上面哦，那个接驳巴士的最上面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去吸收满满的负离子，要去看松龙岩瀑布了，哇，很壮观嘞。前阵子都有下雨，所以这个水量很丰沛。哇，松龙岩哦，这个点真的非常推的，来过还想要再来。好，我们要走一圈，走，沿着这边走。苏宁要不要来？走了吧。还下面还可以下去，我们上次没有下去耶。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这里可以看到瀑布的全貌这个水质非常棒好清澈哦，那个鱼里面都有鱼好干净哦，这个水池。好，走。好神奇哦，这个，我觉得来这边就会觉得很赞叹，很赞叹大自然的力量。
抵达景观第一排摇滚区，哦，满满的树林，你看水很清澈，超壮观的，走，前面一点看。我们看完这个松龙岩瀑布，现在要再回去松龙岩了。我们刚好绕一小圈，那回去有2条路，一条走水路，下面岩石这样走水路。好，那最多我们去走这个，最多人走是99吊桥，所以我们要去走这个99吊桥。好，走。水路，结果发觉都是年轻人在走水路，然后走，99吊桥，99吊桥，你看这吊桥左右两边的景都非常漂亮。沿岸有岩石积水，然后这边瀑布。上次我们没有走这个99吊桥，所以其实三林溪有非常多不同的玩法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又回到了松龙部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这个接驳巴士的上车地点来等接驳巴士。好，那我觉得杉林溪啊，其实它真的很大，很好逛哦。那其实每个路线都有每个路线不同的美，那真的都可以1年4季都可以来哦哈。那我们待会要直接去开车，我们要前往下一个景点就是溪头，因为我们今天要住溪头，所以我们今天杉林溪的介绍也到这边了。那就请记得继续锁定我们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溪头再见了，拜拜。